小姐，不好了！武安侯世子抬了一顶白色轿子来迎亲，怎么回事？大喜的日子怎么会抬白轿子来？这是办红事还是白事啊？这不是打将军府的脸吗？他是来迎亲还是来毁亲的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是个白色的轿子呀？新娘子出来了！新娘子怎么不盖红盖头啊？你瞧那花轿裹着白布，这哪里是接亲，分明是送葬啊！世子竟用白轿迎婚，这是何意？锦初，我的表妹病重，慈云寺的大师说她不能见红色，不然会有血光之灾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叫人连夜将花轿包了白布，改用白轿迎亲。为了表妹，你便在这大喜之日抬白轿进我将军府的大门。轿子是什么颜色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嫁给我，不是吗？你向来懂事，应该会体谅吧？体谅？我朝自开朝以来，还没有人用白轿接亲的。顾舒特，你这是在迎亲，还是在办冥婚？不能见红，你连新郎官的礼服都换成了白色。将军府嫁女儿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绝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出门。今日我若从这白轿抬出去，往后我们平南将军府的姑娘还怎么做人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你何？世子既然这么在乎你那位表妹的病，这亲也不必急着结了，不如等你表妹病好了再议婚期。锦初，你何必在乎这样的小事？轿子的颜色有什么要紧？难道沈家的家教便是如此吗？身为世子夫人，这点委屈你都不能受。世子慎重，大礼未成，我还不是你武安侯府的人。我平南将军府的嫡女，凭什么要受你家的委屈？哎呀，世子来了，吉时都快到了。锦初，你怎么还不上轿子啊？还是岳母通情达理。锦初啊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你嫁给世子，他的表妹也是你的妹妹。你坐着白轿进门，全当是发善心救人一命了。你是贵女出身，该清楚女子出嫁从夫，要以夫君为天。难不成今日就因为这一顶轿子，你就不嫁了不成？将军府嫡女坐白轿出嫁，传出去那可是全族的丑事。你身为将军府的主母，竟能如此心安理得的答应，果真不是亲生的，便半点不为我的名声打算吗？锦初，你看，连岳母都点头了，大局为重，你就别再使性子闹下去了。吉时不等人，快上轿吧，别让侯府的接亲队伍等太久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大婚之日让小姐坐这样的白轿出嫁，等将军回来，一定让你们好看！你一个下人，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来人，吉时将至，快扶小姐上轿。是。母亲，今日我若是坐了这样的轿子出门，将军府可就彻底没脸了。你可要想清楚，小妹如今年岁渐大，尚未议亲，若是将军府坏了名声，日后她如何嫁入高门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是在咒你妹妹吗？谁不知道白轿是死人才坐的轿子？你明知锦玉身子不好，还敢说这种丧气话咒她？原来母亲知道白轿不吉利啊，我还以为母亲当真见识短浅，不知白轿是死人才坐的。世子，吉时真的快到了，新娘子再不上轿，可就来不及了。锦初，别再闹了，是时候上花轿了。世子，请恕锦初不能上轿，这门亲事等我爹爹回来再议吧。沈锦初，我们两家婚期早就定下来了，你怎么能说不嫁就不嫁？你知道为了今日，我们侯府准备了多久吗？不过是包上一匹白布的功夫，世子觉得需要准备多久呢？世子，表小姐来了。杏儿，你身子本就不好，怎么还跑出来了？你来做什么？嫂嫂莫怪，都是因为心儿这身子不争气，表哥疼惜我，才闹出这样的事来。我是特意来向嫂嫂赔罪的。大师说我在病中，万万不能见红，
否则便有祸事。表哥也是无法才想出了这个法子迎亲，真是对不住嫂嫂。宋小姐别乱叫，我还未进你武安侯府的大门，算不得谁的嫂嫂。这声嫂嫂，宋小姐还是收回去吧。顾舒心说你不能见红色，那我想问问，武安侯府的新房喜堂难道也全都是白色？怎么，你们武安侯府是要在接亲的日子办丧事不成？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身子骨太弱，也不会拖累侯府到这种地步，让表哥为了我左右为难。别闹！你千万莫要责怪表哥，要怪便怪我这拖油瓶吧。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上轿吧，万万不能误了吉时。顾叔，都是心儿的错，是心儿拖累了沈小姐和表哥，求沈小姐看在心儿的面子上，上轿嫁入武安侯府吧。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病成这样了。这世子心疼自家妹子也是应该的，沈家小姐确实太计较了一些。就是，沈小姐也太小气了，人家侯府表姑娘都病成这样，还跪下来求她，她还想怎么样？沈锦初，你都听到了吗？心儿都跪下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什么叫太计较？要是让你成亲的时候坐这种白轿子，你问问你自己晦不晦气？你没听见吗？武安侯府为了个表小脚，连喜堂都给换成白色的了。这估计啊，是世子新结界上的宝贝呢。沈锦初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心儿为了你，拖着病体苦苦相求，你还要如何？难不成就因为这么一顶轿子，你便当真不嫁了不成？你这样小肚鸡翅、斤斤计较，日后如何当得起当家主母之职？日后如何不当家主母之处，又如何做得好我顾家的宗父？表哥，你不要怪沈小姐，都是心儿不好，是心儿拖累了你。沈小姐，如果你实在介系这顶轿子，我可以搬出侯府，只要我走了，表哥就可以大张旗鼓、体体面面的娶你入门了。只要表哥过得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表哥，成亲要紧，还是让我搬出侯府吧。心儿，我不许你胡说，这侯府就是你的家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表哥，你已照顾我良久，我不能再赖在侯府不走了。如今是大喜的日子，却因我闹得这般难堪，我如何过意得去？花儿，扶我回侯府收拾东西，我们这就搬出府去。小姐，心儿，快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沈锦初，现在看到心儿倒下，你心满意足了？你是不是一定要害死心儿才满意？你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！沈锦初，表妹命在旦夕，你却还在纠结一顶轿子。心儿天生不能见红，为了劝你，她不惜以身犯险进府，就是因为看见你这一身红衣，她才晕倒的。你若还想嫁进侯府，就立即把这身红皮脱了，换一身白色的衣裙来。心儿都为你豁出了性命，难道你就不能为她考虑一下吗？你听好了，如若要嫁，便立即换衣上轿；如若不嫁，我转身便走。日后你就是哭着来求我，可也没有后悔药吃。世子与表妹如此情深意重，锦初实在不忍拆散。细想下来，你我盲婚哑嫁，确实并非良配。不如这门婚事就此取消，从此以后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好，沈锦初，你有种，你可别后悔。我们走。武安侯府和平南将军府的婚事就此取消。沈小姐，日后你若后悔，可别来求我。表哥，不要为了心儿和沈小姐吵架，都是心儿的错，你就让心儿搬出府吧。
只要你和沈小姐能举案齐眉，若儿就算死也是死不足惜。别说胡话，我答应过会照顾你，便会一生一世照顾你。世子，婚事怎么能取消呢？世子留步，我马上劝锦初换白衣，咱们照常成亲可好？沈锦初，你若今日被武安侯世子退了婚，日后族中姐妹还如何嫁人？你这是要害死你的妹妹们啊！你就算自己不想嫁，也不能破坏了姐妹们的前程。若让满京城都知道沈家女大婚当日被悔婚，日后谁还敢来沈家提亲？都是你父亲平时宠坏了你，如今将军不在家，便由我这个做母亲的来教你规矩。来人，把大小姐身上的嫁衣给我换下来，换上白衣，一炷香后送她出嫁。大小姐，劝你还是省点力气，赶紧跟奴婢去把这身红裙换了吧。住手！你们疯了？怎么能这么对大小姐？放肆！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你们长了几个脑袋，敢动我？就凭你们这些卑贱之子，也敢如此放肆？你们可要看清楚了，这府里姓沈，好好用你们的猪脑子想想，谁才是这将军府真正的主子？大小姐好大的威风，可就算你再尊贵，出嫁之事也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这婚事是你父亲亲手为你定下的，不管世子今日做了什么，你都得嫁过去。不过是轿子的颜色不合你心意，你便闹着要取消婚约。我们沈家可养不出这种不顾大局、任性妄为的女儿。唉，你父亲虽然远在边关打仗，但也为你操碎了心。我作为这府里的当家主母，绝对不会任由你在这里胡闹。你可知，你若是得罪了武安侯府，可是要影响你爹爹仕途的。沈锦初，你怎可如此自私，置沈氏一族于不顾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今日这武安侯府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况且，嫁进侯府做正头媳妇，到底是哪里不好了？往后你锦衣玉食、金尊玉贵，竟然还要在这儿挑三拣四不成？母亲，正是为了父亲的仕途和声望，女儿才万万不敢答应。大婚当日白轿进门，这般颜面扫地之事，若是传了出去，京城众人会如何议论沈家？是不是要说我们沈家为了攀龙附凤，连脸皮都不要了？武安侯府当时下篇，白纸黑字写着要娶的是平南将军府的嫡女。母亲虽然是续言，但小妹也勉强掩饰嫡女。既然如此，既然母亲觉得那是锦衣玉食的好婚事，不如让妹妹嫁进侯府如何？沈锦初，你休想！我才不要嫁过去！谁要坐那种死人轿子出嫁？母亲，我死也不嫁！放心，锦玉，母亲怎么可能让你嫁过去受这种罪？锦初，你是长姐，你还没嫁出门，怎么轮得到妹妹？这门婚事自然是你的，由不得你挑拣。沈夫人，这吉时可不等人呐！沈小姐到底还嫁不嫁？给句痛快话！锦初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夫人这是铁了心要逼你上轿啊！母亲今日是非要把我推进火坑。母亲，既然婚书上要嫁进侯府的是将军嫡女，那如若我现在已经嫁了人，世子便不能再娶我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嫁人？你如今连大红嫁衣都穿上身了，说什么胡话？沈锦初，有本事，你现在就当场找个人娶你！江诺，
听说你今日骑了一匹汗血宝马，倒可做迎亲一用，可方便与我拜个堂，成个亲？沈锦初，你可想好了？嫁给我，可就不能后悔了。绝不后悔。江诺，你敢不敢娶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今天我江诺娶妻，大家都来骠骑将军府喝杯喜酒啊！沈府大小姐江诺前来迎亲。锦初，坐稳了，咱们现在就回家。沈夫人，这成何体统？我们两家可是有婚约在先的，你们将军府可不能当众毁约啊！母亲，那个疯子跑了，你可别想把主意打到我头上，我死也不会坐那顶死人轿子。你要是敢逼我，我今天就撞死在这里！你休想让我嫁进侯府受这份晦气！那个什么表妹一看就和世子关系匪浅，世子都把她当成心肝肉一样疼着了，凭什么让我去受气？我才不要嫁！你们在闹什么？将军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今日不是锦初与武安侯世子大婚的日子吗？怎么会有一顶白色轿子停在府前？这是谁家在办白事？竟然这般不知礼数！大喜的日子，白轿子怎么敢停在我平南将军府门前？将军，您终于回来了，您可要给大小姐做主啊！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锦初呢？武安侯府欺人太甚，他们大婚之日，竟然抬着白轿子来接大小姐出嫁。他们说是侯府的表小姐在病中不能见红，便将所有迎亲的东西都换成了白色。听说连侯府的喜堂都扯满了白布。将军，这哪里是迎亲，这分明是要逼死我家小姐啊！他们甚至还逼着大小换掉大红嫁衣，改穿白色的衣裙出嫁。大小姐若是这样抬进侯府的大门，今后在这京城里哪里还有活路啊？将军，夫人竟帮着侯府世子，还让人强行扒大小姐的嫁衣，逼她换白衣出嫁。小姐被逼得没了退路，方才已经跟着朴将军江诺走了。将军，
我娶你进门是为了照顾我女儿，你就是这样照顾的？将军，锦初嫁到侯府有什么不妥？那可是你亲口定下的亲事啊！如果是正经迎亲，自然没错。可是武安侯府这般欺辱沈家的行径，你身为嫡母不护着他，反而逼锦初上轿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且问你，今日若换成是锦玉要坐这白轿子出嫁，你还会如此通情达理吗？将军，你这戏编得太没边了。可是当初指腹为婚定下的，明明就是锦初啊！当初定亲，婚书上只说是沈家嫡女，可没指名道姓说是谁。既然你这么想给武安侯府一个交代，那便由我做主，让锦玉嫁过去。将军，不行的，将军，锦玉才刚17岁，她还小啊，求将军垂怜。锦玉已经17岁了，不小了。平日里你不是一直在给她相看人家，口口声声说找到了家婿，马上就能出嫁吗？如今锦初已经嫁给了骠骑将军，这府上就只有锦玉这一个嫡女，将军府断没有毁约的道理，更不能失信于人。不，将军，这不算数，锦初那婚事根本不算数，哪有女孩子家自己说嫁就嫁的？这简直是荒唐！沈夫人，这话您可就不对了。方才大伙儿可都听得真真切切，明明是您亲口说的。若是大小姐能自己找到人嫁了，您便同意退了侯府的婚。对，满院子的人都听见了。夫人这会儿怎么能反悔呢？对啊，刚才逼着嫡长女嫁进侯府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义正辞严，怎么轮到自己亲生女儿就不愿意了？这时候倒是舍不得了。果然不是亲生的，就是不疼啊，心都偏到胳肢窝里去了。将军，妾身冤枉啊！妾身一向将锦初那孩子当成亲骨肉疼爱，怎会故意害他？妾身只是怕得罪了侯府，影响了将军您的仕途啊！况且武安侯府用白轿子迎亲，这怎么行呢？锦玉可是我们将军府正儿八经的嫡女啊！将军，您千万不能让锦玉就这么嫁过去，必须要侯府按着规矩礼法重新来接亲，否则我们将军府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沈夫人如今倒是想起按礼法接亲了，方才逼大小姐上轿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做继母的就是心狠呐！哼，针不扎到自己身上，永远是不会痛的。沈将军息怒，老夫人听闻您回来了，特命老奴送来这些赔礼。今日之事确实失礼，这些赔礼只当是给沈家千金的额外添妆。老夫人说了，婚期往后再议，定会给将军府一个体面的交代。如若锦玉愿意嫁，这些财布便全数添进她的陪嫁里；如若她不愿意，这些东西现在就退回去。我自去宫中向圣上请罪，退了这门亲事。别啊，将军，将军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和锦玉说，那孩子听话，一定让他点头应了这桩婚事。回去告诉你们世子，要想娶我沈家的女儿，便按着3书6礼的规矩来接亲。若再有半点不公，我定不轻饶。是，小的记下了，小的这就回去禀报世子。
爹爹，您真的赶回来了。锦初，爹爹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江诺，今日这亲结的虽急，但人你既然娶了，就得给我护好了。哼，若你敢对锦琴不好，我的长枪可不饶你。即便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你算账。哈哈哈，岳父大人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锦初，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爹回来的晚了，让我们锦初受委屈了。我已让人把嫁妆全都抬过来了，这是你生母和你爹我早早就为你备下的。如今你虽然匆促出了阁，但咱们将军府的礼数万万不可废。三书六礼已补齐，从今日起，你们便是真正的夫妻了。锦玉，你听娘的，那侯府可是世袭往代的爵位，你只要嫁过去，入府便是说一不二的主母。可是那个表妹，那个病秧子表妹算什么东西？还不是任你拿捏，到时候你站稳了脚跟，谁也动不了你的地位。况且你爹说了，只要你肯点头，沈锦初那120台的嫁妆，他也一分不少的给你备下一份。120台嫁妆，世袭的爵位。好，母亲，我嫁。姐姐，虽然你从小金尊玉贵，可那又如何？大婚之日被人羞辱，最后只能匆匆嫁给一个小将军。你瞧瞧妹妹我，这可是侯府世子亲自抬着红轿子来迎。等我嫁入顾家，做了当家主母，姐姐以后见了我，可是要规规矩矩给我行礼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往后京城里谁还敢说我不如你。妹妹倒是好志气，只是希望你日后也能像今日这般意气风发。吉时已到，迎新娘上轿。那便祝妹妹当真能得偿所愿。武安侯府里全是些牛鬼蛇神，锦玉被母亲宠得没边，如今这一脚踏进去，
怕是要被啃得骨头都不剩。管他们做什么？岳父大人思女心切，反正我家中也没那些长辈规矩。这几日我就在将军府赖下了，陪你多住几日。我要和顾书林和离，他骗婚，他居然要娶宋希儿做平妻。什么？平妻？快来人，把侯府跟来的人叫进来，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怎么是你？沈锦初呢？这婚我不结了，我要悔婚！夫君，我们已经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娶了我。若是你现在悔婚，我便再无颜面活在这世上，只能一头撞死在你们武安侯府了。沈景玉，夫君，姐姐气性大，那日看着你抱着边妹离开，她当场便改嫁骠骑将军江诺。如今她已成了别人的妻妃，你就算现在悔婚想去寻她，也已经没用了。况且当初指腹为婚时，两家定下的是将军府嫡女，我也是将军府正儿八经的嫡女。既然你们顾家已经点了头娶我进门，我便是你名正言顺的夫人。我为了圆两家的面子，被迫替嫁过来，已是受尽了委屈。夫君若还是不喜，锦玉也无话可说，只能寻3尺白绫，在这新房里了结了自己。罢了，也是造化弄人。世子，不好了，表姑娘晕过去了，世子快去看看吧。夫君，今夜可是我们的新婚夜。心儿命在旦夕，你懂点事儿。星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表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该在这种时候破坏你的洞房花烛夜。只是心儿这心口突然疼得喘不上气来，刚才晕过去那会儿，我真的好怕自己再也醒不过来，才想着要在死前见你最后一面。世子，求求您，就当是老奴求您了。小姐这身子一直病重不起，最近更是愈发不好了，前日甚至还咳了血呀。老奴实在怕小姐有个万一。她父母早就不在了，在这世上孤苦无因，若是当真有了不测，连个供奉牌位的地方都没有，死后也只能做个孤魂给鬼呀。世子，您就大发慈悲娶了小姐吧，给她个名分，哪怕是做个平妻，就算真到了那一天，好歹让她有个归宿，有个去处啊。我可怜的小姐，奴婢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实在不忍心看着你这辈子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没了呀。不，嬷嬷别说了，万不可让表哥为难。我这残躯破败，就算死了，也不过化作一捧黄土罢了。千万别为了我小姐，小姐，心儿别怕，我不准你胡说。我明日便娶你为平妻，名正言顺的给你一个名分，谁也别想再让你受委屈。顾舒淇，顾舒淇，你疯了吗？我们昨日才洞房，你今日就要娶那个病秧子做平妻？
你到底把我这个正室妻子置于何地？这样就会心死一切，全京城都在看着，你这是在往我脸上吐唾沫！你那表妹天天喊着活不准了，可她都在你顾家赖了多少年了，也没见她真的咽气。装什么装？我看她分明就是算计好了，掐着日子要在咱们成亲第2天过门。这种狐媚勾当，也就你会被她骗。闭嘴！你这毒妇怎能如此编排心儿？她生性单纯，绝不是那种精于算计的小人。难怪沈锦初宁愿当场悔婚，背负骂名也不肯嫁给你。她那是早就看透你这副虚伪自私的嘴脸了。我没工夫听你在这风言风语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主意已定，今日我必须娶馨儿过门，谁也拦不住。2位新人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慢着！夫君今日要娶平妻，锦玉不才，也要带沈家尽一尽规矩。按照我朝俗理，平妻进门，名分也是要比正室低一头的。新妹妹进门，怎么也该先给我这个正室敬一盏茶才是。沈锦玉，你非要在这大喜的时候闹吗？夫君当真是说笑了。你在成亲第2日就火急火燎的娶平妻，连顾家的老脸都不要了，难道还怕我闹出点笑话来？为了你这位好表妹，你在迎亲时抬白轿子上门，顾家早就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。如今你还怕我再闹出什么笑话吗？夫君，别为了我和姐姐争执，让我给姐姐敬茶吧。请姐姐喝茶。好烫！你是不是想烫死我？你这个心思恶毒的毒妇！顾叔，姐姐不喜欢我直说便是了，为何要当着众人的面说妹妹害你？我连端茶的力气都没有，如何还得动你啊？沈锦玉，你这毒妇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回自己的院子好好反省。若是还不知悔改，这侯府主母的位置，我看不如换个人来当。小姐今日气色真好，看来是世子宠爱，连病根都去了。小姐去了心病，竟然身子骨都健朗了，这真是世子的功劳，是世子的福气呀！日后馨儿一定好好将养，早日给表哥生儿育女，延续香火。你这小傻瓜！听说了吗？表姑娘今早病全好了，正跟世子用早膳呢。病愈，好一个病愈！陷阱，全都是算计好的陷阱！娘，我不活了！那个贱人装病算计我，顾淑喜当众打我的脸。
武安侯府欺人太甚，新婚次日娶平妻，还敢如此羞辱我沈家的嫡女！将军，你快去帮锦玉做主啊！快去找侯府算账，不能让他们这么作践我们的女儿。当时我便亲口问过，如果锦玉不愿意嫁，我自去圣上面前请罪退婚。是你说可以嫁，非要嫁。锦玉，当初你拿着那120台的嫁妆单子时，不是也高兴得不得了？高门世家，你以为是好嫁的？如今进了火坑才知道后悔，还有何用？爹爹，可世子刚成亲就娶平妻，这明摆着是在打我们将军府的脸啊！况且那个宋希儿心计深沉，她装病装了这么些年，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的嫁入侯府。如今让她得了逞，我在这府里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娘，我要和顾淑玉和离，我受不了了！沈锦玉，顾锦玉，我不管！爹爹，你得让世子休了那个宋希儿，把她赶出去！你若执意和离，也可以。只是你记清楚了，今日离了侯府，日后你再谈婚论嫁，无论是贫贱富贵，都不要再来找我。沈锦初，你当真好厉害的心思！你明知道武安侯府是这般不堪的光景，为了自己省却麻烦，竟然设下圈套骗我嫁进去。你这个当姐姐的心怎么这么毒？骗你，锦玉，嫁进侯府难道不是你和你母亲求人得人的结果吗？你可还记得成亲那天你是如何对我说的？你说你入府便是主母，日后更是高高在上的侯夫人，还等着我低你一头，规规矩矩给你行礼见礼呢。现在出了事，倒想起我是姐姐了。当初抢那120台嫁妆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姐姐？不过是你和你母亲舍不下那侯府的荣华富贵，当初眼巴巴的抢着要嫁，如今婚后不如意，却有脸来怪我害你。二小姐，武安侯世子到了，说是来接您回府的。锦初，不，沈小姐。锦玉，你怎么突然跑回将军府了？按规矩不是说明日才3日回门吗？我回将军府不是正合了你的意，正好腾出位置，让你和你那个心颠颠上的小表妹双宿双飞。好，锦玉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吧。星儿那边我已经嘱咐过了，你是正室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看在世子的面子上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听说了吗？那武安侯世子可真是京城独一份儿，成亲第2天就急不可耐的抬了平妻金毛。何止啊！你们忘了前几日他接亲，竟然抬了顶裹白布的轿子去平南将军府，这顾家在京城算是彻底出了名了。这是办红事还是办丧事啊？顾家这回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。世子好大的胆子！两家联姻本是圣上亲口赐婚，你倒好，大婚次日便另娶平妻，你这是对圣上的旨意心存不满吗？圣上口谕，武安侯世子顾舒熙持身不正，德行有失，即日起令你在家反省半年，不得出府。臣谢主隆恩，臣定当闭门思过。
本以为只是侯府家事，怎么会闹到御前？宋馨儿，你少在那儿装可怜，这燕窝是你该吃的分粒吗？姐姐何必如此刻薄？我不过是想补补身子，你竟连这点用度都要克扣。表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姐姐她每日都要耽误我，说我身份卑微，克扣我的份力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顾叔哥，你看看你宠出来的这个好表妹，我克扣她，我才是这侯府的正室，你却宠妾灭妻，弄得家宅不宁。我告诉你，平妻也是妾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许你宿在宋馨儿房里。你又闹什么？规矩就是规矩，在我怀上嫡子之前，你不许再碰宋馨儿，这叫嫡庶有别，不能坏了祖宗章法。够了，统统给我闭嘴！又抢，不过是份寿亲请帖，他们也要在大门口打起来，闹得满城皆知。世子，上峰大人派人传话，说您连家事都处理不好，实在不堪大人。那2桩紧要的公务已交由旁人去办了。表哥，我头晕。恭喜世子，恭喜老夫人，表姑娘这是喜脉，已有1月有局。好啊，佛祖保佑，我顾家总算要有后了。表哥，馨儿终于能为你开枝散叶了。宋馨，好孩子，这可是咱们顾家传给儿媳的宝贝。若你能为我们侯府生下这头一个嫡长子，以后这侯府的主母便由你来当了。谢老夫人抬爱。表哥，馨儿日后一定好好养胎，努力为夫君开枝散叶，多为侯府生几个子嗣。恭喜妹妹了，我如今正管着侯府的中费，妹妹既然有了身孕，我定会千般仔细，万般上心的好好照顾。妹妹只管安心养胎，我一定保你顺顺利利的生下咱们侯府的嫡长子。夫人这般贤惠懂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且放宽心，日后我必不会亏待你。你和馨儿，在我心里都是一样重要的。表哥，我这头又痛得厉害，胸口也闷得恶心，你别走好不好？陪陪馨儿和孩子。世子今日又在那边。回夫人，表姑娘说胎气不稳，世子又歇在那儿了。花儿，慢些扶着。是，小姐。这孩子啊，顽皮得很，总是在我肚子里闹腾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妹妹，这平妻和妾其实区别也不大，就算你肚子里的这个当真生下来了，也是个庶出的种子。何况如今才3个月。孩子能不能平平安安的生下来，也还未可知呢。庶出又如何？总好过姐姐。可惜了，
姐姐以后怕是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生下属于自己的子嗣呢。武安侯府以后无论有多少妻妾，都只会有我生下的这个唯一的子嗣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宋心儿，你说清楚，什么叫我再没机会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夫人，您由于长期服食虎狼之药，已伤了根本，这辈子怕是再难有身孕了。宋希儿，你这个毒妇，是你给我下的药，是你害我这辈子不能生育。表哥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姐姐自己怀不起，便嫉妒我有身孕，竟如此空口白牙的冤枉我下药害她，希儿冤枉啊！大夫，给世子也诊一诊脉，看看他身上是不是也干净。世子，您也中了药，此药阴损，长久以往，恐将断绝子嗣。查！给我彻查到底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侯府里绝我的后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要让我绝后？表哥，你这般爱我，能不能生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你有我肚子里的子嗣，并非无后啊。以后这整个侯府都由我们的孩子来继承，难道不好吗？宋心儿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就在里面给我的孩子陪葬吧！灭火了！快开门！烧得跟炭块似的，世子和那平妻怕是连魂都烧散了。沈氏，这火可是你放的？是我放的。夫君宠妾灭妻，妾室毒害主母，甚至害我绝嗣，一报还一报，我烧了这院子，自愿伏法。姐姐来了。自小母亲便教我要样样比着你，要比你更漂亮，比你更会绣花，比你更会弹琴，更要嫁得比你富贵。争了一辈子，斗了一辈子，如今落得这个下场，才觉得这一切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圣上念你遭遇凄惨，事出有因，并未降下重罪，死罪可免，但只能让你流放至北疆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我把照顾你的嬷嬷留给你了，这里还有一大笔银钱，足够你在那边安稳度日。
事情都办妥了，你怎么不亲口告诉他，这流放的清盘和这一路上的打点，是岳父拉下老脸去求圣上，才为他换来的一线生机？不重要了。继母听说锦玉被流放，哭着闹着要去陪他。哦，已经求了和离书，父亲念及多年情分，由着他离开了。这样也好，将军府总算清静了。往后余生，各自安好吧。